各位好，欢迎收看午间新闻，我是你们今天的新闻主播三元开泰。今天所要报道的内容是248-9和960的 KVK 所发生的一些离奇事物。据悉，在前不久关6开放，960迟迟打不下关卡6，主要原因已经发现了。监控发现960的玩家并没有去集结关卡，反而在关卡前面来回游荡。究竟是道德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呢？最强华人王国居然会做出这种行为，让我们连线特派记者说明当时的情况。镜头将会转到现场。是的，主播，我是特派记者议员。发生的时间点是在凌晨的5点20分，这是监控所拍到的画面。感觉960的玩家在举行某场仪式，推测可能是960的玩家他们没有办法拿下门口，而选择的求生仪式。传闻跟最近新出的统帅诸葛亮有关系。这位诸葛亮孔明先生，他有呼风唤雨的能力，从而960学到了旁门左道，而做出的奇怪招募仪式。本台还特意请了专家来解释这个行为。哎呀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就想到我的祖先了，他们曾经也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啊。你们看到他们头顶上有一个圆币，还有正方形，还有不同颜色吗？每个不同的颜色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就这五行完全刻制了248-9，是不是他们举办了这个仪式之后就拿下门口了，对不对？先生真是高明啊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这样看来，显然248-9的玩家是已经被克制住了。248-9看来是在劫难逃啦。他们要解开这个仪式呢，会比较困难一点啦。只有我的祖辈知道怎么解，在下真的是爱莫能助啊！感谢老先生做出的解释。我们还采访了周边的居民。我是248-9的玩家，其实他们这样子很扰民啊，你们知道吗？每天3更半夜不能睡觉，一直敲我们的门口，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要克制才对。这个啊，哎呦，你们都不知道，他们后来还摆了龙门阵呢。感觉他们这样摆一定有蹊跷，要不然为什么我们的关卡6会被拿下？以上就是议员的采访报道。好的，感谢特派记者议员。接下来第2则报道，有玩家举报，近日960的工兵车头去脸书跟别人吵架，然而呛的对方就是爸爸，来自248-9的玩家。在本台记者追踪才知道，该玩家由于在关市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对方的城市，损失了上万的部队，怀恨在心才会跟对方吵架。该事情的源头是爸爸有说过，假设有一天他即将要离开248-9，他就会移民到960，与他的好朋友相聚。而 CView 就表示说，好像我们很想要他那样。爸爸回复道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在乎。对方就发了报告回击。后来卧底记者潜入960才知道，在关卡室的时候 CView 就不小心撞到了爸爸的城市，因此怨念非常重，所以才会特意去呛爸爸。关是教主不小心点了一下，不知道死了多少，好像10多万了。那他妈的！因为如此而结下了不解之仇，看见爸爸就好像看到敌人一样，开始对爸爸狂输出。下一则新闻，最强华人王国居然不敢集结10亿战力大佬。据监控画面的记录，爸爸的城市已经暴露在外面，但是960的玩家居然没有去集结他的城市。以他们这种顶级华人王国，要集结一个10亿战力的大佬并不是难事。然后我们看到画面上还有许多玩家对他打招呼。据之前透露，960内部出现了卧底，之前有不少的偷袭记录、安排记录，全部都已经被传去对方的手里。怀疑打招呼的玩家里面包含卧底，甚至可能这些玩家全部都是卧底。本台也询问了960的玩家，他们表示确实是有卧底了。据悉，这些表情包都是传递信息的方法。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 Joe 姐，他还提醒其他玩家送一朵花花给爸爸。难道这个就是卧底的信号吗？想要传递一些信息给爸爸吗？让我们查看当时的监控画面。送花花给他，你看送花花给他。这里我们邀请了专家来解读这个送花花给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根据我们研究下来呢，他所说的花代表 flower， 开始的字母 F 是排在第6个，并且刚好 flower 的拼音加起来就是有6个字。看来这个卧底也是蛮聪明的，他是想要传递信息给对方说6点他们就会准时行动。而且他这个行为呢，叫他的队友全部一起放花花给他，也就是要跟爸爸确认这是6点。以免其他的队友他们发了不同的表情包干扰到了爸爸。毕竟我们也不能准确说到底谁才是卧底，但是根据他这样子的说法，确实他就是卧底了。不过根据画面查看，这个卧底应该在这个联盟里面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的。
否则不会有发言权，而且他发言之后，其他的队友也跟着行动，可能是已经通过了上层的信任。就算他做了卧底，上层也不会发现到，可见得这个卧底是如此的聪明。好的，感谢专家的分析。这里再次提醒各王国的管理层，要事事提防，不管是谁都好。或许卧底就在你我之间。至于为何他们不要集结爸爸的城市，采访了当地居民爆料，最强华人王国只是徒有虚名，实际上他们种田的时间比打仗的时间还要更长。在之前本台的记者就有去采访过了，他们把老人家的农作物全部都采集光了，还让当地的居民叫苦连天，并且也了解到他们所谓的 GT 其实就是 Gay Team， 表面上是打仗王国，实际上是同性俱乐部。再次提醒本台观众，黄赌毒都是犯法的，请不要效仿960的做法，也请不要加入960 GT， 以免后庭菊花不保。最后一则沉重的新闻，最强华人先锋王国居然欺负弱小，眼前有10亿战力的爸爸，他们不选择去进攻去集结，然而选上了其他比较弱小的玩家，战力不足8000万的玩家在原地被960的玩家给清零了。根据监控画面，960的玩家违抗旨意，也要去围殴这个玩家，以多欺少，直到这个玩家归零为止。够了，不要够了，回来，他们冲我们了，赶紧回来，旗子没了，哎，别理，赶紧回来，8000万有这么多人吗？他已经3球水尽了，他已经40效中28球了。你要退坑了啦，在这边自杀。差不多，做人留一线。日后好相见。给他点兵去采集啊！从刚刚的画面，你们也了解到960的玩家是非常没有纪律，也不听从指挥。身为军师指挥官的西西已经吩咐其他成员们归队了，可是有很多玩家不听从指令，并且已经打下标记，要求队友们归队，要他们手下留情，留一点兵给对方采集。但是这些玩家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，直接把该玩家的城市清空，也不留一点兵让对方去采集。本台强力谴责这种欺负弱小的行为。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请立即拨打999，请求相关单位前来援助。也对这位玩家感到惋惜。最后感谢观众的收看，以上就是所有新闻的报道。祝您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期再会。先声明啊，刚刚讲那些东西全部是开玩笑，你们不要当真了。那么这场 KVK 也是真的告一段落了，PO 那边也是发了公告通知。所以在皇庭开放的前2天呢，是已经确定了全部休战。这也是很难得，在这么久以来呢，960已经打了11场 KVK， 是唯一一次没有皇庭之战的。所以这2个先锋王国会有比较长的休息时间，希望下一次可以合作啦，不要再对打了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